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公肝癌晚期，他怕拖累我，跳河了。我不懂水性，却奋不顾身跳下去救他。为了激起他的求生欲，我告诉他中彩票的事。他假装挣扎，却把我按在水下，害我溺水而亡。我尸骨未寒，他转身就用我的钱带着初恋移民国外。原来他是想假死来摆脱我。再睁眼回到老公跳河那天，想死是吧？那我送你一程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天哪，有人跳河了，快救人啊！赶紧报警！喧嚣的声音让我恍如隔世，低头一看，河水已经没过我的膝盖。我不是已经被淹死了吗？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重生这种好事，居然都让我遇到了。我看着飘向河中央的身影，目光沉沉。陆向南，这次我不会再舍身救你了。我的钱，你也休想再拿走一分一毫。我手一松，手里的竹竿就顺流飘走了。我故作惊慌，大叫：“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游泳，谁来救救我老公啊！”陆向南在水里挣扎，却能始终保持胸口以上露出水面，这哪像溺水的人会有的样子？岸边，公婆虽然也跟着喊救命，还一边劝我回头上岸，他们的表情却很淡定。这一幕让我明白自己前世有多蠢。原来他们一家都知道，阻止我救人并不是担心我的安全，只是怕我破坏陆向南的假死计划。我到临死前的那一刻，都在为自己拼死挽救了老公的生命而欣慰。这狗男人却转头就带着初恋出国定居了。陆向南很快就被几个见义勇为的路人救上来，送到医院抢救。医生直呼奇迹，跳河自尽的人居然没有被呛一口水。公婆装模作样在那里感谢祖宗保佑，说他们儿子命不该绝。我在心里冷笑，佯装担忧地问医生：“我老公肝癌晚期，落水会不会对他的病情有影响？做个更详细的检查，是不是稳妥一点？”公婆一听就急了，连忙制止。我心里明镜似的，什么肝癌晚期，也是为了跳河假死找的借口吧？亏我前世还那么天真，把自己中了1个亿大奖的好消息告诉陆向南，这不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送吗？陆向南刚送进病房，立马就有个医生来了，不是急诊的那个。这个女医生戴着口罩，直奔病床，关切的眼神，着急翻看病历卡的模样，让我起疑。她还弯下腰拉着陆向南的手，似曾相识的眉眼，我游魂状态时看到过。可心，急诊的医生说，向南没什么大碍。婆婆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证实了我的猜测，王可欣就是陆向南的初恋，两人谈了6年才分开。妈，你们很熟吗？我冷不丁发问。婆婆心虚的不敢和我对视，王可欣这才发现我也在，她的手往上一滑，假装给陆向南把脉。我差点笑出声，不是西医吗？怎么还把脉？公公强装镇定道，可欣是向南的主治医生，我们是挺熟的。呵，熟到连王医生都不叫，直呼其名。婆婆借机数落我，说我对陆向南关心不够，正因为我没有好好照顾陆向南，他才会得癌症的。我一副虚心接受批评的样子，积极表态。妈教训的是，所以我决定把向南转到京城的大医院，大不了就做肝移植。病房里的其他几个人一听，脸色都变了。不是装癌症吗？那我就先切了你的肝，让你慢慢受折磨。婆婆拉着我的手，语重心长道：“默默，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妈很欣慰。但既然医生都说向南是晚期了，我们还是让他走得有尊严一点吧。”公公冷哼一声，
阴阳怪气道：“你懂还是人家医生懂？瞎折腾！”我努力挤出2滴眼泪。向南还这么年轻，我不是怕他做个短命鬼吗？我已经联系好京城的专家，刚好也有合适的肝源，只要转院过去，马上就能安排肝移植手术。这些都是我瞎编的，就是想吓唬他们。果然，王可欣大惊失色，脱口而出：“不行！”公婆也都极力反对。我冷睨王可欣：“我还从来没见过有医生阻止病人去治病的，还是说你的诊断有问题？”王可欣目光微闪，嘴硬地坚称自己不可能误诊。婆婆气急败坏地骂我，说我这是存心想弄死她儿子，去京城还要坐飞机，路上这么折腾，她宝贝儿子万一嘎了怎么办？公公更是拦在门口，死活不让我带陆向南去京城。我拿出手机，冷着脸威胁：“不去京城也行，那我就请专家过来会诊，我就不信向南没救了。”王可欣一听到会诊2个字，更慌了。婆婆轻咳一声，朝她使了个眼色，假装妥协。既然默默已经联系好专家了，就这么办吧。默默，你先回家休息，我和你爸等护工来了再走。他们显然是想把我支开。我点了点头，假装忧心忡忡地离开了病房。出了医院，我立马乔装打扮去领奖。这1个亿的巨额奖金，我不会再让谁知道。我把这笔钱藏好，没有立即添置任何东西，转身还把车卖了。回到家才发现，我和陆向南约好不动的那张卡里余额为0。我们婚后每个月都从各自的工资转一部分钱进去，用作家庭的小金库，还有将来孩子的教育基金。这狗男人竟然背着我偷偷把钱取出来了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当即打了几个电话，拜托朋友帮我调查一些事。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陆向南这渣男既然原本打算假死，和王可欣远走高飞，那他一定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幸好房子车子都是我名下，他想绕过我卖掉折现不太可能。但我心底那股不安却挥之不去，迷迷糊糊刚入睡，手机就不停震动。凌晨3点，王可欣沉痛的声音在电话那头传来：“严女士，你的丈夫陆向南先生病情突然恶化，我们全力抢救之后，他还是离开了人世，请节哀。”我装出震惊的样子，带着哭腔道：“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”我马上就赶过去，挂了电话。我的嘴角怎么都压不住，死得还挺快，我才不会让你走得这么舒坦。我从抽屉里拿了个东西，就匆匆赶往医院。病房里，陆向南已经盖上了白布。我掀开白布看了一眼，他面容安详，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气色最好的肝癌病人了吧？别的不都是脸色蜡黄、瘦得厉害的吗？我让你装！啪啪！我毫无预兆地扇了2个耳光。陆向南纹丝不动，看来药下得很足啊。婆婆正要过来拉我，我却抢先一步扑到陆向南身上。陆向南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怎么能就这样抛下我走了呢？我哀嚎着，借机打探虚实，身体是温的，还有心跳，证实了我的猜测。婆婆假惺惺地把我拉起来：“默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还是要向前看。”公公也拿了一份文件给我，这是向南立下的遗嘱，你是他唯一的继承人。我抹了一下眼角，直起身子。他们玩假死就算了，居然连遗嘱都准备好了，有猫腻。我接过遗嘱，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，本人生前的债务也将由严星墨女士来偿还。我冷笑指着这一行字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公公冷哼一声，不屑地嘟囔：“他说我既然享受了陆向南留下的一切，自然也要承担陆向南的债务。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”
家庭小金库被掏空，陆向南这混蛋肯定还有别的事瞒着我。我暂时压下怒火，拿出带来的那张卡片，向南申请过器官捐赠。我已经通知捐赠中心的工作人员过来了。公婆和王可欣吓得面无血色，婆婆气得想打我，被我巧妙地躲开了。公公破口大骂，说我不肯给他儿子留个全尸，心思歹毒。王可欣支支吾吾半天，借口陆向南的癌细胞扩散转移了，恐怕别的器官也不太好。我叹了口气，我问过了，那边说没问题，能用。我们还是尊重向南的意愿吧。我不是陆向南的唯一继承人吗？这点小事我做主有什么不对？这几个人的表情可真精彩。王可欣此刻就像被架在火炉上，进退两难。他忽然转身去给我们倒水，我留意到有2个杯子放得很近，他递给了公婆，单独一杯分开放的给了我。我正要喝一口，却瞥见杯口有细微的粉末。就在这时，捐赠中心的人来了，公婆又是撒泼，又是以死相逼。王可欣也在一旁劝阻，因为直系亲属强烈反对，就算死者生前有申请记录，捐赠中心也不会硬来。把人赶走后，公公怒瞪我一眼：“老婆子，赶紧催一下强子，车怎么还不来？我们要带儿子回老家，计划得挺好，想远走高飞。”我故作惊讶，这是要把向南土葬吗？回老家开车要7、8个小时，那得订个宾馆，用殡仪馆那种专业的冷链车才行吧？公婆心虚地对视一眼，不敢接话。我假装顺从，还要通知老家的所有亲戚，让大家来吊唁向南，送他最后一程。老家习俗不是要守灵3天吗？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看你们怎么保证陆向南的麻醉药效？要是能亲眼看到他被活埋，那真是大快人心。公公急得直冒汗，语无伦次。我们也不是这么封建的老人，不用按老一套，就是想让向南落叶归根，入土为安。我差点笑出声。不封建？你跟我扯什么土葬？王可欣拉着婆婆的手，用眼神暗示：“阿姨，现在都提倡丧事从简，要不还是火化吧，带骨灰回去下葬也是一样的。”我这就联系殡仪馆。婆婆听她这么说，知道还有别的补救措施，淡定了。这小三莫不是又打什么歪主意？我趁他们不注意，把几个杯子里的水做了手脚。爸妈，先喝点水吧。公婆不疑有他，喝下了王可欣特地给我准备的那杯水，不知里面加了什么。他们俩很快就开始头晕，眼神迷离。王可欣回来见到这场景，傻眼了。我完全不给他犹豫的时间。王医生，我爸妈不知道怎么了，麻烦你带他们去做个检查，我来送我老公去殡仪馆。我刚从婆婆手里拿过陆向南的死亡证明，有了这个，还愁不能将他烧死？王可欣脸色煞白，磕磕绊绊道：“殡仪馆那边的流程我比较熟悉。”还是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我声色俱厉道：“王医生，殡仪馆的手续必须直系亲属才能办理。你是陆向南什么人？死亡证明是不是你开的？”王可欣被我质问得哑口无言，在我的逼视下，他的表情心虚极了。一个小三有什么立场去签字办手续？我呸！我一刻也没耽搁，和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一起上了车。车子过减速带的时候，我发现陆向南的眉头皱了一下。坏了，这货不是要醒了吧？这时，公婆开始轮番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接，婆婆的短信就紧跟着发过来了。严兴墨，你敢把我儿子火化，我跟你没完。严兴墨，我们正在赶来殡仪馆的路上，一切等我们到了再说。满屏的感叹号，这是快急疯了吧？
好不容易等到的机会，岂能让他们破坏？我连忙敲窗，跟坐在前面的工作人员求情：师傅，我们家老人受不了打击，送去抢救了。我到你们单位办完手续，就要赶回医院。工作人员通情达理，当即让我坐稳，油门踩到底。我看着陆向南那张脸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前世我对你掏心掏肺，换来的却是你的背叛，不光对不起我的感情，还谋财害命。这次我不再对你心慈手软，亲自送你一程。原本大半个小时的行程，司机硬生生只用了20分钟就到了。说来也巧，殡仪馆人不多，我很快就办好了手续，把陆向南送到火化车间。手机疯了一样的震动，公公打完了，婆婆打，还有一个陌生号码也在不停打。我面无表情地关机，让他们再也联系不上我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似乎看到陆向南的指尖动了一下，我急得鼻尖都冒汗了。眼看就要顺利复仇，千万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坏事。师傅，我们家老人看好了时辰，着急带骨灰回老家下葬，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我语气诚恳地拜托下，工作人员满口答应。人情世故面前，其他家属也表示理解，就给陆向南插队了。我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工作人员把陆向南推到焚化炉前，忽然纳闷道：咦，还挺软的，从没见过这样的。糟糕，不会发现什么了吧？我瞥见远处狂奔而来的几个人，不正是我的公婆和王可欣吗？来得可真快，我生怕功亏一篑，忙道：签人签面吗？医院都开了死亡证明，火化手续也齐全，错不了，您就放心吧。工作人员点点头，把陆向南推了进去。一阵凌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按下焚化开关的那一刻，传来婆婆撕心裂肺的喊声：等一下！可惜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陆向南已经被大火包围，他甚至还在大火中高高举起双手。婆婆见到这一幕，惨叫一声，当场就晕了过去。公公和王可欣手忙脚乱地扶着她，场面混乱。王可欣又是掐人中，又是给婆婆胸口顺气。婆婆睁开眼就大哭着骂我：凶手，你是杀死我儿子的凶手！此话一出，周围办事的人都凑了过来，还有人拿出手机拍视频直播。我一脸无辜：妈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也不能乱说话呀。向南是肝癌晚期突然恶化走的，王医生不是他的主治医生吗？就连死亡证明也是王医生开的，他可是省医的王可欣，难道还有假？知道有人在拍，我故意把王可欣的全名和工作单位说了出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王可欣。她百口莫辩的模样，让我觉得乳腺都通畅了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前世处心积虑布局，最后还起了歹心，害死我，现在真是自作自受。婆婆用力抓住王可欣的胳膊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可欣，你快告诉大家，向南根本就没有癌症，死亡证明也是假的，我们一起去告严兴墨，他才是杀死向南的凶手啊！王可欣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不敢接话。我冷眼旁观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公公也气得直跺脚，指着我的鼻子咒骂：你这女人太狠毒了，你这是活生生把我儿子烧死了呀！我直接把火力引到王可欣身上。爸，你们说的如果是真的，那应该报警，把王医生抓起来呀！一切手续不都是他经手的吗？向南咽气的时候，不是你们几个陪在他身边的吗？他如果没死，你们为什么要联系殡仪馆呢？我一连串的反问，成功堵住了他们的嘴。
这次我要你们尝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。”围观群众也点头称是，大家纷纷都说：“老人兴许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伤心过度，精神不正常了。”婆婆却顾不得这么多，她唯一的儿子走了，能不急吗？她拉扯着王可欣的衣服：“你说话呀，哑巴了！你拿证据出来，证明是严兴墨烧死我儿子的呀！那可是个大活人啊，我的儿啊！”婆婆坐在地上哭天抢地，就连一向强势的公公都在抹眼泪。王可欣却不发一语。我低垂眼帘，掩饰眼底的得意。我知道这女人是打死都不会认的。工作人员也出来为我发声，证明火化陆向南的尸体是合法合规的。婆婆却疯了一样，把王可欣按在地上打。都怪你！就是你这个狐狸精，离了婚来勾引我儿子，要我儿子也离婚跟你出国。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我儿子用得着装死吗？他要是不装，就不会假戏真做。现在他人没了，你居然给我装哑巴！我告诉你，你也是凶手，休想撇清关系。王可欣的衣服被扯烂，脸也抓花了。在婆婆这种泼辣的农村妇女面前，她完全不是对手。这样的大好机会，我岂能放过？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一脸震惊：“妈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王医生和向南是哪种关系？向南出轨了？”婆婆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懊恼不已。她悻悻然道：“向南都走了，还扯这事有什么意思？整这死出！轻描淡写一句话就想翻篇，没门儿！”我像是才反应过来，伤心控诉：“你这意思是说向南根本就没得癌症，为了和王医生双宿双飞，才故意装死？难怪又跳河又装癌症晚期，出轨了就承认啊！我又不会不同意离婚，没必要搞成这样。”就在镜头都对准我的时候，我恍然道：“怪不得他要特地立遗嘱，让我做唯一继承人，要我帮他还债。”我抽丝剥茧的分析，又恰到好处的打住。围观群众又不是傻子，很快就明白过来，这一家子是人是鬼。火化车间外，大家都围着他们破口大骂：“这家人太缺德了，儿子出轨又欠一屁股债，还想装死逃避，好恶毒啊！小三居然是医生，我靠，这假死的把戏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妈呀，以后谁还敢去找他看病啊？这种人都不知道做过多少缺德事，还好意思要告儿媳呢？这就叫自作孽，不可活该！他们这算有组织犯罪吧？这几个人玩脱了，假戏真做，还想让儿媳来背锅，真贱！无需我开口，吃瓜群众一人一口唾沫，都能把他们几个人淹死。殡仪馆生怕事情闹大，报了警。陆向南还没烧成灰，外面这一出闹剧就已经上了热搜。我们全都去警局配合调查，我如实相告。反正从陆向南确诊癌症晚期，再到他每一次检查，都是王可欣经手的。至于我这个妻子为什么没有一次陪同，我有聊天记录为证。你不用陪我，这件事我希望独自面对，免得你听了医生的话更难过。检查报告我藏起来了，不希望你看到了影响心情。瞧，我那死鬼老公这么体贴我，我不了解实情很正常。公公婆婆在警察的问询手段下，很快就全都招了。陆向南死了，他们没了指望，犯不着还替王可欣遮掩什么。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，这两个老东西还倒打一耙。警察同志，王可欣才是主谋，就是这个坏女人出的馊主意，不然我儿子也不会死得那么惨。对对对，都是他害的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，枪毙他，给我儿子偿命！我在隔壁都听到公公婆婆的嚷嚷，心情舒畅了不少。
警方立刻要求医院配合调查，提供相关的证据。陆向南没有完整的就诊记录，就连用来忽悠我的检查报告，也是用了其他癌症病人的。媒体和网友关注太高，医院也绝不敢包庇。王可欣严重失职，玩忽职守，涉嫌过失杀人，被拘留了。公婆却因为一口咬定自己老了没见识，完全是被王可欣忽悠，没被追责。我以为这件事能翻篇了，没料到却被人堵在了家门口。陆向南跟我们贷了500万，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还？别以为他死了就算了，凶神恶煞的几个人，大有我不还钱就要打人的架势。他们刚才把门砸得哐哐响，左邻右舍都被惊动了。有人在场，我不至于慌乱，定了定神，我反问对方，陆向南是凭什么资质贷出这么多钱的？对方探头探脑地打量我家，正是用这套房子做抵押。这下我更淡定了。你们如果觉得我有偿还债务的责任，尽管去起诉我好了。但我把话说在前头，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，你们就是第一个嫌疑人，光明正大的来，我根本不怕，就怕他们玩阴的。房子是我单独所有的产权，根本不是陆向南的名字。当初放贷的收款账户也是陆向南的，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用报警来威胁，总算把那帮人赶走了，特地立遗嘱，把我定为唯一继承人。原来在这等着我，不然以公婆那势利的嘴脸，陆向南刚死，他们就会来跟我争房子、争遗产才是。看来他们早就知道房子已经被抵押出去，而且贷款他们也有份花，难怪全都不吱声。隔天我就收到了法院的通知书，他们还真去起诉了。朋友帮我收集到的证据起了关键性作用，这笔贷款从头到尾我不知情，而且抵押的房产所有人和贷款人不符。说到底，这个贷款手续不合法也不合规。我还提供了有力证据，证实放贷的卡目前在陆向南父母的手里，他们还拿卡去取钱和消费，花了点时间，总算把陆向南留下的一屁股债和我撇清关系了。但我绝不会让他那对无良的父母逍遥自在。我拿到的调查结果显示，陆向南假死为了到国外开公司，他以这个名头进行非法集资，把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坑了一遍。这时候如果事情败露，陆家就有的忙了。我专门换了个手机卡，把陆向南的死讯群发通知所有人。等事情发酵了2天，我才出现在陆家，还没进门，就听见里面吵得不可开交。你儿子死了，还开什么公司？把当初给你们的钱退回来。就是，当时说的好听，原来是打算装死逃到国外，都不知道你儿子是不是犯了什么事，要畏罪潜逃。幸好他儿子死了，不然我们的钱就真是要打水漂了。赶紧退钱，不然就把你们家的东西先搬走，用来抵债。没错，我把电视机抱走了呀，你们拿别的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里面乱成一锅粥的景象，说不出的痛快。公婆平日里再厉害，也寡不敌众，何况他们本身就理亏，这会儿可没人同情他们刚经历了丧子之痛。婆婆发现我回来了，小跑着把我拉进门。她是我儿媳，有什么你们找她去，我们老人哪里懂什么集资的事？呵，当初收这些黑心钱的时候可没知会过我，现在倒好，出事了就想让我来背黑锅，想得倒美。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，打开某个网页，大家看清楚，陆向南注册的公司，法人是他爸妈，股东还有王可欣。哦，就是他那个姘头。这个公司我不知情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可以报警，他们这是非法集资，要坐牢的。话音刚落，公婆脸色煞白，
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：“报警把钱要回来之前，我们先拿点东西抵债，大家快动手！”我退出门外，冷眼看着大家哄抢。陆向南网贷那些钱，估计也花了不少。家里的电器家具都换了新的，很多小家电以前根本没见过，这下好了，被抢了个精光。公婆和那些人起争执，动起手来，哪是人家的对手？有邻居来看热闹，我便在一旁唉声叹气：“哎，他们帮陆向南瞒着出轨的事就算了，还一起策划装死出国。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倒霉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有非法集资这一出。”我把陆家这些丑事说了出来，邻居们也纷纷下场骂架。公婆跟人推搡中摔到地上，公公还高血压发作，但根本没人在乎他们的死活。眼看着东西被瓜分的差不多，我拿出陆向南的遗嘱：“二位，这是你们儿子的遗嘱，还记得吧？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，我是唯一继承人。这套房原本是陆向南名下，现在我合法继承了，请你们今天就搬走。”那些人一怔，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我面对他们时，笑容很灿烂：“各位放心，这些东西都是陆家的，你们放心拿，我也不稀罕，姐不差钱，不在乎这三瓜两枣的。我要的是把这2个老不休赶走，让他们无家可归。”婆婆气得说话直哆嗦：“严兴墨，你这样赶尽杀绝，就不怕向南来找你索命吗？”“索命？”我冷笑：“我现在就是回来找你们全家索命的。你们不是网贷了500万吗？退还大家这点集资款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别装了，把钱退了吧。”我故意提起网贷的事，成功将那些人的仇恨值拉到最高。他们当即逼着公婆把钱交出来，公婆死活不松口，别人气不过，把他们俩打了一顿。看着2个老东西鼻青脸肿的样子，我一个电话叫来几个人，他们动作迅速地把公婆抬到楼下，把他们的东西也清空。我还叫了锁匠来，把家里的锁都换了。想起陆向南哄着我给这2个老东西花过的钱，我又打了几个电话。疗养院和养生会所的高级会员统统取消，我连他们最后这点退路都封得死死的。公婆在小区里叫嚷，骂我是个不孝的儿媳。他们家娶我进门倒了8辈子霉，任凭他们喊破天，都没人可怜他们半分。甚至还有不少邻居路过的时候都要骂他们几句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大家早就在网上得知陆家那些毁人3观的破事。物业的保安很快就来赶人，不让他们在小区里逗留，说他们的东西占道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来了，公婆涉嫌非法集资，要被拘留。这次证据确凿，逃不掉了。我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被警车带走，松了一口气。这些年，陆向南从我们小家庭的小金库挪了不少钱补贴家里，数额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赡养费。我看过他们母子俩的聊天记录，婆婆一直给陆向南洗脑，跟他说老婆始终是外人，何况我挣钱还比陆向南多，一定要防着我，不然我移情别恋，这些钱都便宜别的男人了。陆向南这渣男，就是在他妈的潜移默化下和我渐行渐远的。他们全家算计了我这么多年，如今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，不过是咎由自取。还有个人，我也不能轻易放过。王可欣因为策划参与了陆向南假死的事，已经被医院辞退。这件事已经正式立案，调查的差不多了，正在排期审理。虽然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但对我来说还不够。我从陆向南的手机里调出他们的聊天和交易记录，看着那些肉麻的内容，还有不堪入目的照片视频，我一阵阵作呕。
没想到这些年来，陆向南每逢节假日都给王可欣转账、送礼物，平时更是给她点外卖、送鲜花。他在我面前一副老实体贴的模样，谁能想到竟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呢？就是陪我去做个美甲的空档，他居然也能借口买奶茶，跑去和王可欣开钟点房。这对狗男女真是太恶心人了。我把收集到的证据交给律师，正式起诉王可欣。就算陆向南死了，但他生前婚内出轨是事实。我没想到王可欣居然还有脸要求见我。看守所里，面容憔悴的王可欣和精心打扮的我形成鲜明对比。为什么向南都走了，你还起诉我有什么意义？我低头看着刚做好的美甲，漫不经心道：陆向南这狗东西太脏了，死了也无所谓，但他在你身上花过的钱，那是我的合法所得。你拿了我的钱，还想一笔勾销，这算盘也打得太响了。王可欣错愕地看着我，目光愤恨。这才是你的真面目，你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女人。难怪向南只爱我，你也就只剩下钱了，真是可悲。我收起慵懒的姿态，坐直了身子。这世上能有什么事比发财还死老公更令人幸福的呢？你所谓的爱又值几个钱？不想被多判几年，就老老实实把老娘的钱退回来。这小三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跟我逞威风，我能忍？我提供线索给自媒体和公众号，把王可欣之三当三和情夫策划假死非法集资的事大肆宣扬，就连官媒的法制节目都报道了。他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。谁说互联网没有记忆？我就把这对狗男女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。公婆非法集资，不但要退回受害人的钱，还要被罚款20万元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面临着5年的牢狱之灾，网贷的500万。他们找中介在国外买房，高高兴兴付了首付，谁知遇到了骗子，血本无归，高利息的贷款依旧要偿还。据说这2个老东西在法庭上又是痛哭流涕，又是下跪求饶的，放贷方只同意他们分期偿还，本金1分都不会少。王可欣也没好到哪去，过失杀人、非法集资，还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。他被判了30年，还取消了从医资格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当医生了。陆向南婚内出轨给王可欣花的钱也追回来了，不属于他的东西就不该痴心妄想。我摆脱了这一堆烂人之后，就开始转运了。公婆原来住的那套房，居然在政府拆迁改造的范围内，一笔丰厚的拆迁款为我本就厚实的小金库锦上添花。我索性辞职，带着父母去环游世界，遇到喜欢的地方就直接旅居，感受当地人的生活。我再也不用当牛马，也不用应付奇葩的公婆，就这样在外面游历了2-3年。我还邂逅了自己下半生的幸福伴侣。父母年事已高，我们举家又回到了这座城市。我开了一家生活馆，融合了咖啡店和花店，能用自己的兴趣来赚钱，真是太美好了。某天，我正在店里插花，听到外面有喧闹声，站在窗前举目望去，只见2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正被人驱赶。他们步履蹒跚，手里还拿着空瓶子和纸皮。定睛一看，不正是陆家那2个老不休吗？他们估计还在为了还每个月的贷款发愁吧。我端起杯子，浅啜一口咖啡。恶人自有天收，真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